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挽回一段关系，请屏幕前的朋友在这三个棋子之间，根据你的直觉选择你最有感觉的一个，是这一颗白子，还是选择这颗黑子，或者是第三种可能，一黑一白两个棋子。在做出选择之后，请把你的幸运词百年好合发到弹幕上或者评论区，并选择在评论区留言。现在我们先来为选择了这颗白子的朋友们进行解读。我们用2个五行阵来解读第一个问题，它的现状。那这是一个五行阵，这个五行阵里可以看出他目前的状况，他的桃花运如何，他目前是否有很多人追求，他怎么样看待他的追求者呢？心里是否还喜欢上了别人？那在行动上有什么表现没有呢？通过这个五行阵都可以体现出来。那首先我们来看他的桃花运的目前的一个状况。可以说在这个关系冷却之后，他目前的桃花运处于一个休眠和升华的状态。他本身呢其实是不缺桃花运的人，但是恭喜，他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人。可以说他的重心其实并不在桃花运这方面，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点位上，所以他目前的这个经历，可以说桃花运呢，虽然他不在乎，或者说是一种很潇洒的态度。目前呢，对于他的追求者呢，他采取的是一种闪人的态度，就是虽然有一些缘分过来，但是呢，他不会去过多的卷进去，而会保持一个远遁者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件好事。他面对这些桃花运，他会做出判断的，做出一个是非的判断，这样到底好不好，合适不合适，甚至说是对不对。那可能经过他的判断，他比较理性，他会觉得这段缘分不适合我，这些缘分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他会非常明智的抽身远离，而不会卷入这些漩涡和拉拉扯扯中去。所以他在这方面，在桃花运的自我把持上其实是比较有定力的。那他怎样看待这些缘分呢？从这样来看，他经历了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之后其实内心也有所感悟。他对于这些桃花缘、桃花运来说并不是很感冒，甚至并不认为这是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的好事。他会站在辩证的这个角度说，其实有时候这个感情挺麻烦的，会带来很多烦恼，会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有时候倒不如息事宁人我不去沾就好了我保持自己比较平静的状态。因为一旦进入感情的漩涡里面反倒有时候会不能自持，卷进去。那这个样子对自己的成长其实并不是好事所以他会保持一个比较可以说是保守的态度，或者说是息事宁人的态度。我宁可不发生这段缘分，但是我不希望把自己过得很不平静。我希望自己过得简单一点，能够让我有一个专注的状态，去把这份精力投入到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中去。那他现在这个心里可以说对你还没有完全放下，其实心里还挂念着你虽然已经冷却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他仍然没有完全的割舍掉。虽然可能在他的周围这种缘分，这种桃花缘还蛮多的，但是呢他只是万花丛中可以说挥一挥衣袖，他并不会真的去动心或者有所行动。那他的心里始终还挂念着这份旧情，虽然对这些新的缘分里不乏有一些让他片刻心动的那些好的缘分但是这个界限他把握得很好。可以说他是一个还真是一个比较理性
对感情带有天然的客观维度的这样一个人。所以目前他在桃花运中啊，可以说是挥挥衣袖，没有带走一片云彩，他始终还挂念着这份感情，所以他也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上的行动去开拓自己的感情。那我们再来看他目前的现状，关注点到底在哪里呢？究竟是事业，还是自己的外形，或者是学业、财富，在哪个方面呢？那我们用这个第二个五行阵来觉察一下，看一看他到底把精力、把关注点投在了哪里。那从这个阵法中啊，可以看出，其实经历过这段感情风波之后啊，他真正心中的那份爱处于冷却的状态，是非常寂然无为，就像波澜不惊这样一个状态，可以说是一潭死水，很佛系，很佛系。对于他身边的这些缘分都是过眼烟云。那对于他自己的这个形象的打造啊，其实还是蛮关注的。经过这段感情，其实对他也有一定的触动啊，他对自己有了全方位的严格的要求。目前呢，他把很多精力投在了学业上，学业的建设上，投在了自己素质、文化素养的提高上，包括对自己的外形，整个的仪表和谈吐，其实都有更高的要求。他是一个还是很会对自我严格要求的人。那么从事业上来看呢，其实他对事业也有了新的想法，有了新的目标，并且已经付诸行动，把很大一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的打拼、外形包括学历、知识素养的自我提升的这几个领域中去了。那他希望在爱情方面呢，虽然进入一个沉寂期，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呢，他希望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积淀之后的爆发和突破。他目前的主要精力是在这些方面。那在财富方面，其实他相对来说是比较有，这个势能不强，能量感觉是稍微压抑了一些。那目前他总的现状是致力于全方位的提升自己，来补齐他所认为的那份短板，所以目前爱情方面不是他的主要首选。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你的现状如何？我们用一个四象阵来总体觉察一下目前你的状况，在感情方面到底何去何从？目前你的感情啊，桃花运可以说并不旺，整个这个情感的能量走势是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对你呢并没有太大的触动和吸引。包括经历了以前的这些近期的感情波折之后啊，你的内心其实也是看开了很多，所以一般的缘分呢也无法打动你。那其实要说追求者呢还是有的，只不过这个缘分不是很明显啊，是若隐若现，气若游丝。你说他没有吧，其实还是有人在暗中喜欢你，但是呢这个缘分呢又比较弱，看不出，抓不着。你如果稍微一用力的话，那这个缘分反倒就断了。所以目前呢，在这个桃花运的方面呢，你的缘分就是气若游丝，可以这么形容吧。你的这个追求者呢，无法打动你，你也没有心力和动机去结识新的缘分，是处于这样一个过渡状态。那其实你对之前的这份感情啊，还是有很深的留恋的，你不希望这段感情这么快就终结。毕竟呢，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和日子，这些点点滴滴啊，都回味在心里。
其实你还蛮恋旧的。要说一下子割舍开，还真有点放不下。所以呢，这个挽回，怎样挽回，其实也在你的选项之中。但是从这个四象阵的信息来看呢，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需要好好考虑一下，这段感情是否真的要你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挽回，是否有一些勉强？因为从这个信息来看，你要走出这一步，做出这个行动，其实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甚至呢，并不符合你和他目前的状态。所以就你的现状而言呢，你对待挽回这份感情的行动来说呀，要持谨慎态度。建议你还是再等一等，慎重考虑。这是关于你的感情现状。下面我们来看第3个问题，用九宫八卦阵来觉察一下你们的关系究竟是在哪方面出的问题，主要问题是什么？那从这个阵法来看呀，你们的关系在方方面面啊，总体的状况来说，其实还是说得过去的，只是在1、2个关键点位上卡壳了。那具体是哪里呢？其实从整个这个八卦盘来看呀，像外形啊、语言呐、面子上的东西是说得过去的，双方呢还彼此比较满意。事业因素呢还可以，说得过去。家庭问题就更不是事儿了可以说基本就是一层面子的问题，不是矛盾点。在沟通方面有一些问题，但这个沟通问题呢不是主要因素。性格方面是一个中等的状况，两性关系上也还算和谐，财富上呢平平淡淡，马马虎虎。最核心的点位呢是在价值观的沟通方面，在精神层面，你们对待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认知啊，其实有蛮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取决于你们过往的这个生活经历、家庭背景，所以在面对一件事儿或者沟通的时候啊，看法完全不一样。彼此呢又很在乎对方，有时候谈到一块儿去啊，就迁就对方，但这样呢，往往就是造成了，一方在表达自己，另一方呢就比较压抑，他没法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样长此以往呢，这种迁就的状态，造成了一种不平衡和压抑，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主要的问题点就是在于你们的精神层面。那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啊，在关系中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状，就是你们说话的时候啊，要么就是很直接，但是呢很不愉快，要么就得小心翼翼的，得感受对方的这个状况啊，不要伤害对方啊，这就造成了比较累的一种状况而且也不是感情中自然的相处之道。这是你们沟通中的主要问题所在，所以沟通问题只是一个表象，包括你们的这个性格其实也是一个表象核心还是在于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的不一样，对待很多问题那个感受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是主要的问题所在。那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四象阵来觉察第4个问题，如何改进才能挽回这段感情，或者说有没有改进的必要，是否要挽回这段感情。那么从这个四象阵我们可以看出，你们的性格差异其实还是蛮大的。这种性格呢，其实是由价值观造成的，是由生活方式造成的，对各自人生的不同的理解导致了你们的差异。这种差异呢，导致你们在沟通中总是有一点小小的互相伤害的感觉。那这种小伤害呢，其实会让你很不爽，会让你们在相处的过程中
但是呢，你和他又是那种双方都比较坚持自我的人，或者说都认为自己这样子没问题啊，很好啊，这个改变其实还是蛮难的。毕竟这个东西啊已经这么多年了，人都是活在自己的惯性和模式中的，要改变其实挺不容易。那目前呢，这份感情，我给你们的建议是，其实，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尝试挽回。虽然告别一段感情有时候挺痛苦的，或者说有些不舍，但是呢，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呢，有时候，人还是要做自己的。让一只鸟儿去喝水，它肯定是不开心的；让一条鱼在地上跑，它也活不了多久。那如果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你们要丧失自己、丧失自我的这个前提下呢，这个付出的代价真的有点大，或者说你和他真的不合适。这个不合适，尽管你们双方都比较真诚，都比较努力的去尝试在一起，但是缘分没有到。你们的密码各方面的条件呢，也不是说特别匹配，所以在一起如果不快乐的话，那真的需要你好好考虑一下，是否需要去尝试挽回这段感情。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智慧。人要做自己挺难的，如果为了一段感情，放弃了你去探索，或者说去做那个最核心的自我实现的这个要求，你要去衡量一下这份爱值不值。如果你真的很爱对方，那你就去做；如果你觉得你还有更重要的去自我探索的很多历程要去走的话，那么不如保持初心，成为你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当你真的成为自己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你本身你的存在，你的这种状态，它就是一种力量。那和你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这种状态相呼应的同频共振的人出现的时候，可能感情会更好。所以啊，有时候结束一段感情，或者说保持本真，坚持自己啊，也是一种智慧。尽管这种智慧看起来有时候会有一点点难受和痛苦，但是该放手的时候终究要放手的。只有放手了，你才能去开启更大的可能，无论是关于你自己的，还是关于未来的你的另一半、另一份感情。你说对不对呢？哎呀，祝福你，你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另一半，也会开启一段更美好的关系模式。你一定能做到。以上呢，这是我们对选择了白子的朋友们关于这个缘分和是否挽回关系的一个全面解读。大家听完之后，如果有感觉，请选择一键3连支持我，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进行黑子的解读。那选择了这颗黑子的朋友们，我们将首先通过2个五行阵来解读关于这份关系的第一个问题，它的现状目前怎么样？我们来看这个状况啊。从这个图谱中来看呢，他目前的桃花运呐，可以说，也是波澜不惊的状态。这个怎么讲呢？他目前处在一个万念俱灰的状态，可以说这份感情的变化对他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他现在呢是无欲无求啊。面对桃花运，他早已经是看破红尘，超然远遁了啊，一点没有这个世俗中人的那些拉拉扯扯的纠缠念头，所以现在是一潭死水，一点念头都没有。那周围有没有人追求他呢？其实他的这种状态也天然拒绝了很多追求者，也让他的这方面的桃花源呢乏善可陈。
通过这次的感情变故，他整个人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其实跟之前的他已经不一样了。至于他对于那些追求者的态度嘛，只能说中规中矩，不刻意逃避，但是呢，也真的提不起兴趣来，可以说是，面对感情味同嚼蜡呀。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这种情况呀，倒不用担心他被诱惑或者犯错误啊，不会的。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佛系状态的万念俱灰了。那在这种状态下，他能喜欢上别人吗？明显是不可能的。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可以说他挥剑斩情丝啊，把这些情缘斩得一干二净，一刀两断。那在行动上呢，也更谈不上有什么实际的桃花源的这些表示了，一直是处于一个压抑的状态和隐忍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坦率的说，不是很好。但这确实是他的现状。那从他的现状中可以看出啊，其实他对这份感情还是很在意的。这段感情的变化对他影响非常之大。这是第一个阵法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信息。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五行阵法。好，我们来看这第二个五行阵法。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看出他目前方方面面的状态，生活状态、工作状态、财富状态到底怎么样。那现在的他呢，经历了这段感情啊，真的是心如死灰呀，所以看破了很多事情，那对很多事情呢也提不起兴致来，在自我提升上呢也马马虎虎，在对于追求财富也没有什么动力，对于自己的外貌啊、面子啊、谈吐呢，有一点点的感觉，有一点点的投入，但也谈不上重视到哪里去了。对于事业呢，心态也不太好，有点急躁。那至于对自己的感情呢，就更是缺乏信心了。尤其是对于自己方方面面的综合条件呀，这段感情对他的触动和自信心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以至于他现在的状态可以说陷入了一个低潮期，方方面面或者停滞，或者低潮，或者进入了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他目前的状态真的不是很好。我们用这个四象阵来进行第二个问题的解读。关于你的感情现状，那你的现状可以说也好不到哪里去呀。相对于他而言呢，他现在是万念俱灰，心如死灰呀。那你的状态呢，也是一潭死水，听天由命啊。那经历了这些事情啊，其实呢，你现在在感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活死人了。基本也没有什么这方面那方面的想法了，可以说爱咋地咋地，听天由命了。那现在你这种状态，怎么可能会有桃花运呢？所以看到你这副样子，包括你散发出来的这种生命频率呀，会让很多本想去追求你的人啊，变得犹豫和观望起来。他们也要看一看呀，他们也面对这种状态的你，他们也需要有足够的能量和勇气来靠近的。这个对别人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那所以对待这份感情呢，其实到底要不要挽回呀？确实，听天由命是一个选择，也是你内心更深层次的想法。把一切交给老天，自己好像也做不了什么。目前的这个状态啊，
内在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自我。那与其这样呢，倒不如老老实实的安住在当下，好好的释放一下这种状态情绪，把内心中这么长时间累积压的还有压抑的很多东西慢慢的释放开来。所以现在的你，是一个好好休整的状态，你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好好的去调理自己、清理自己，让自己的状态回到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数值。那这需要你对自己有足够的耐心。尽管这个状态目前来看，它外在表现出来的不是很理想看起来有点惨，有点暗淡，让人看起来不那么乐观和阳光。但是没有关系，你需要走这个过程，这就是你目前真正的状态和想法。那下面我们来看第3个问题。那这份感情究竟哪方面出了问题呢？我们用一个9宫八卦阵来觉察和解读这个问题，来看一看和觉察一下你们感情出现裂痕的全貌，找一找问题核心到底出在哪里。从这个阵法信息来看在外貌包括外在的方面其实相对很好了，你们彼此呢还相对满意。在事业方面呢，其实也做得还算是比较顺利和出色，不存在什么问题。在性格方面呢，中规中矩吧，勉强够用。在两性关系上呢，其实彼此又不是特别在意这不是问题的重点。在财富上呢，也是可以包容和妥协的。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家庭，由原生家庭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上。那由原生家庭衍生出来的沟通问题，包括价值观的问题，对你们的感情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因为你们双方都是受家庭影响比较大的人，而且在性格上生活认知方面其实这方面的差异很大的。这个差异大到你们没法比较很好的顺畅的沟通了，所以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扭转这就会造成你们这个彼此有很深的隔阂，还有感情方面有很大的波动，尤其是受到你们双方背后家庭家族力量的影响。你们2个人之外，你们2人世界之外的很多东西会介入到你们的感情世界中来，加入了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所以你们的感情本来还是可以的，本来呢这种平衡状况是可以维系和运行的。但是一旦牵扯到了双方背后的家庭和家族的力量，很多的信息一搅进来，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这个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不可忍受。那你们的关系就像坐山车一样，生生死死起起伏伏，折腾不休。所以原生家庭导致的这些问题呢，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你们感情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下面我们来看第4个问题，你们要怎么样改进才能挽回呢？这份关系有没有挽回的可能呢？那从这个4象阵来看呢，可能性是有的。改变的主要的方向非常明晰，就是要改变你们和原生家庭之间的这种过于紧密的能量场，要让彼此的关系，你们2人小世界的关系和大家族的关系有一个区别，它不应该联系的这么紧密，它应该有一个
缓冲的空间。每一个人都是家庭的产物，但是我们不可能一辈子活在家庭的阴影当中。我们要学会和原生家庭的能量和影响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这种舒适的距离可以给你提供支持和温暖，但是如果太过于紧密呢，就会产生很多矛盾，乃至损耗你的能量，会造成很多的不愉快。所以最直接的办法怎么做呢？就是要脱离，尽可能的和原生家庭拉开距离，要下定决心去斩断这种不正常的过于紧密的关系和距离。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构建一个比较良好的感情世界。还有一点呢，就是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其实对你来说也许是有些难度啊，对于你和他而言，但是一定要下定决心，不要犹豫，不要徘徊，就是要下定决心之后立刻行动，立刻执行，不要打一点折扣，不要找任何的理由。只有这样，你们的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啊，才有可能挽回，才有可能得到再一次的升级。重要的事情再重复一遍，找到和原生家庭合适的距离，避免过于紧密的撕扯，过于紧密的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是你们改进关系的大敌。所以要拉开距离，拉开距离，拉开距离，并且一定要下定决心，这是唯一的希望和出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们真的下决心改进了，去尝试挽回，做出真正的改变之后，大概有多久可能复合呢？这个复合期当然是很关键的。那从这个四象阵显示的节奏来看呢，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对关系的复合越不利。3个月内，如果你们的行动到位的话，这个关系可能会焕发新的生机。这种一潭死水万念俱灰的局面会得到彻底的改变。但是如果你们的决心不够坚决，这个力量啊不够到位的话，总是拉拉扯扯、犹犹豫豫的，那可能这种模式啊又会回到从前的模式，就变成了你们成了2个家族前台的傀儡，逃不出原生家庭的能量漩涡呀。所以半年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超过半年的话，情况就会很糟糕。所以呢，如果你想改变，想挽回这段关系的话，那么就要立刻下定决心，在3个月到半年之内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就会有完美的收获。你可以的，做得到的。以上呢是对这颗黑子这条路线的朋友们的信息解读。如果大家有感觉的话，请选择一键3连支持我，谢谢。选择了黑白子的朋友们，我们来进行第3种选择的系统解读。我们将通过2个五行阵来整体解读第一个问题，他目前的现状如何？那通过这个五行阵上的信息可以看出啊，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自带桃花气场啊，走到哪里都是桃花一片，周围有很多仰慕者、暗恋者。但是客观的说呢，虽然这个烂桃花比较多，但是呢，这些桃花源的数量很多，质量却一般般。而且这些缘分来到他身边啊，很多是会把他的气场拉低，会让他不舒服，是损耗他的能量的，并不会增益他，这是蛮要命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些纷繁的缘分里边啊，也有那么1-2个是死心塌地的追求者，可以说对他是如痴如狂啊，对他追得奋不顾身。所以这种缘分也看起来也是让人醉了呀。
那当初你的眼光也真是慧眼独具呀，选了这么一个万人迷的角色。那他对待这些缘分和追求者是什么态度呢？会不会来者不拒呢？那肯定不是的。那这个阵法中的信息显示呢，他对待这些缘分真的蛮超脱的，他不会让自己陷进去，是非常明智的。他也知道这些缘分是一个乱局，很多事情呢也是迫不得已逢场作戏，面上来应付一下。所以他在骨子里呢，不是一个滥情的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这也是对他自己负责呀。所以无论外边这些缘分怎么闹，他心中有一份坚持，就是他在顽强守护着内心对情感的那份信念和执着，这还是很难得的。他心里不会轻易喜欢上别人的，他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被别人感动和爱上别人的人。那在行动上呢，那做的就更绝了。他可以说是，一刀斩断这些缘分呐，毫不留情。所以一方面呢，他是有很多烂桃花，但另一方面，他在内心在行动上呢，做的还是蛮决绝的。所以在根本的状况上，他是守得住底线的。这个人呢，还是一个不错的人。我们刚才用第一个五行阵来觉察了他的桃花运，那现在第二个五行阵来解读和觉察一下他整个的生活状态，方方面面的。他目前的整体状况呢，可以说看起来还不错。在事业上呢，有点开窍了，之前一直不开窍。这个开窍会给他带来很大的这个前景和希望。他是一个后劲儿型的人物，所以他一旦开窍，就会把这件事做得很好。在财富上呢，也在走上坡路啊，在进行一些很积极的小冒险。这种冒险呢，还是正向的，会给他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收获。所以在事业和财运上都是不错的。在自我的内在外在的提升上啊，在学业呀，还有在这个外表的仪表方面呀，也都在进行突破。但是这方面呢，可以说在攻坚吧，在跟自己的一些卡点呢做斗争，在改变自己，也挺不容易的。可以看出整体的势头是向上的。但是最核心的是，他的内心呢，被之前的事情伤得比较深，所以有些心如死灰呀。他现在看起来外边很好，但内心呢是一个活死人。这个感情的伤已经把他伤得无欲无求了。所以以至于他对爱情已经不动念了。这种状态真是让人蛮感慨的。但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呀，他还真不是一个很一般的人，还真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确实值得让人刮目相看。这个人不一般。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关于你的现状。这个四象阵的信息透露出你的桃花源嘛，其实也有一些，虽然没有他的那么烂那么多呀，但是在周围也是自带气场。但只是呢，这种缘分的强度和烈度没有那么强烈，没有那么有冲击力更多的是浅尝辄止和浮在表面，这是好事。
在这些人里边呀，很多人都是逢场作戏，所以你也不要太当真啊。另外呢，在追求者里边也确实是有佼佼者，他们之中有一两个人呢很优秀，各方面的条件也都看起来很好，在人群之中能够脱颖而出。所以你的这个感情缘、桃花运方面其实也不弱。那面对这些缘分，你是否挽回这份关系的想法呢？要不要挽回呢？那从这个四象阵可以看出啊，就这方面的想法不是很强烈。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啊，你内心也是波澜不惊了。虽然你们看起来都很优秀，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啊，觉得好像也到了一个节点了，没有了当初的那种激情。那如果让你花很大的代价去挽回它，你真的，需要好好的去提起那份劲儿来，心中的那个心劲儿来啊。那总体来说呢，好像你挽回这份感情的信心和动力不太足，很平淡，很平淡，甚至有一些模糊。这是你目前的内心的感情现状。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那你们之前的关系究竟哪方面出了问题呢？我们来用一个全息的九宫八卦阵来进行全盘扫描。那从这些信息从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啊，外形啊、事业呀，都不是主要原因，包括家庭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在事业上虽然有麻烦，但是你们能够互相理解，家庭方面呢也能够通融和兼顾，在外形方面呢更是没得说。在财富方面呢也还可以。那这个重灾区啊，集中在性格和两性关系上，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比较私密的这个领域，私生活的领域，跟外在的社会性的这些领域啊关系不大啊。这个性格问题，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个性格不合，老是对冲，所以导致你们沟通问题的时候啊很受伤。哎呀，这种受伤啊，它带来的持久震荡是特别令人不爽。那间接的影响到了你们的生活，尤其是两性生活也由此受到波及，也卡了壳。哎呀，这个东西带有一些先天的味道。那沟通和这个相比呢，都是衍生出来的小问题，核心还是性格。那你们两个生活在一起呀，一起相处也真的蛮不容易的，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既要你满意，也要他满意，要让两个人都满意，这个难度不小，对你们的聪明智慧啊，还有情商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主要问题还是集中在性格方面。那我们用一个四象阵来看一看，怎么样做才能挽回呢？这个挽回的难度，坦率的说还是蛮大的。不过虽然难度大呀，但关键还在于你是否有决心和动力啊。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愿意去做这件事，态度才是关键。最核心的因素取决于你。如果你决定愿意去挽回，那你有足够的力量去动用各方面的天赋还有能量，去让这份感情重新燃起温度，你做得到的。但是面对这个性格的问题啊，确实挑战还是蛮大的。你需要
在性格呀、生活方面，其实做出很多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你来说也是天翻地覆的，甚至是脱胎换骨性质的，会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那这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动力和决心去这么做了。那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改进之后，多久有可能复合呢？最后一个4象阵来对你启示的信息是，如果你真的下决心这样做了，那需要多久有可能复合呢？那这个期限呢是3个月。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再重新拾起挽回这段感情的话，那需要在3个月之内有所行动。那如果不是这样，时间拖得太久的话，那这份感情也会越来越淡，或者说它被封存了。那即便是经过时间的洗礼，那这份感情仍然有它的热度，但是那个时机过去了，那可能2个人就会相忘江湖了。所以如果你想挽回的话呢，就在3个月之内抓紧行动。如果你觉得这对你来说太难了，或者觉得没有足够的动力，这也很正常，这也是你非常 OK 的选择。毕竟你首先要照顾到自己的感受。无论你怎样做都是 OK 的，都很好，没有问题。以上呢是对黑白子这个选择的全方位解读。如果你听后觉得有一些收获的话，请选择1键3连支持我，谢谢。